各位朋友，川普呢刚刚發文呢，他表示呢和伊朗的和平協議呢基本上已經達成了。那這一次呢，我估計是由於他訪問中國回來以後啊，中國在後面呢起到了決定性的力量啊。根據美媒的報道泄露出來的這個和平協議裡邊呢其實滿是中國的影子啊，就是說伊朗呢現在呢可以和美國呢開啟談判，關於這個濃縮鈾的交接問題啊，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呢無條件的開放啊，而美國呢答應呢對伊朗的制裁呢是逐步的取消，冻結的伊朗的美元的資產啊，這個在中國的主持下呢，基本上這個協議是可以達成的。那其實呢，美國對伊朗的這一戰呢，某種意義上來講，伊朗呢是永久的改變了美國的霸權的行為模式，也改造了川普的思想。因為川普以前的時候呢是不可一世，他覺得美國打誰都没問題，他沒想到一個小小的伊朗就讓美國的彈藥庫基本上都空了，他一看實在是啃不動了。特朗普說，協議的具體內容和最後細節目前正在商討之中，並將於近期正式公布。除協議中的諸多其他內容外，霍爾木茲海峽也將隨之開放。特朗普還表示，他當天與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約旦、土耳其等國領導人通電話，討論協商中的臨時協議。此外，特朗普還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了電話，他稱通話同樣非常順利。特朗普當天早些時候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美國與伊朗的談判越來越接近達成協議，但他拒絕透露協議具體細節。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終協議將能阻止伊朗獲取核武器，還將確保伊朗的濃縮鈾得到令人滿意的處置。據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流程，解凍部分存放於外國銀行的伊朗資產，以及繼續進行談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慮各個選項，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不過，特朗普當天在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記者採訪時則說，美國究竟是能同伊朗達成一份好協議，還是會把對方徹底摧毀，兩種可能性仍是對半開。他很可能最晚在當地時間24號決定是否重啟戰事。美媒《國家利益》雜誌表示，與伊朗一戰永遠改變了特朗普，美國已經丟掉了介入台海的能力。在訪華之後，特朗普很明顯轉變了對台島的用詞說法，更警告不要使用獨立一詞，並凍結了對台島的軍售。這個轉變可不小，原因就是伊朗戰爭的影響。美國與伊朗交戰40天，沒有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而且伊朗一直封鎖着霍爾木茲海峽，還敢對通過海峽的船只收費，不收美元，只收人民幣、加密貨幣或黃金，甚至設立了永久性收費機構。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直接打了美國的臉。雖然美國一直反對伊朗的行動，要求打通霍爾木茲海峽航線，但是其只敢動口，不敢動手。美國海軍一直沒敢強制打通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曾多次叫喊要派軍艦進行護航，也威脅過伊朗，但是始終沒敢下令。美國海軍艦艇的活動也相當小心。現在的形勢很明確，美國沒有信心去挑戰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自然不敢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從而暴露不少問題。至少美國不是宣傳中的戰無不勝。美國媒體的評論更是直接，如果美國無法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抵禦伊朗的反艦導彈和無人機群，那麼也就無法令人信服的可以開放台灣海峽，以抵禦在第一島鏈上的行動。如果對比一下，又不難發現，美國似乎在台海問題的態度正在發生明顯的变化。特朗普所發表的言論一直以誇大與矛盾出名，但是在涉台問題的變化相當明顯，屬於最不具爭議性的言論之一。現在特朗普已經拒絕直接將台島稱為一個地方，還警告島內的一小撮分裂分子不要提及獨立一詞。以前從沒有美國總統如此講話，特朗普也一樣，在他第一屆總統任期內遠不是今天的樣子。美國媒體分析認為，現在特朗普將美國與台島之間的關係視為阻礙自己與中國達成協議的原因。為了討好中國，
他發表一些討好中國的言論，並決定暫停對台島的軍售。但這種分析完全是一種誤解，美媒壓根兒沒敢講出實話。雖然特朗普的言論存在不可預測性，但是作為現任美國總統，他一點兒也不笨，智商沒有問題。中美軍事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若中國決心動手，那麼美國根本不敢出兵干涉。特朗普在中東撞了南牆，一直沒有達到其戰略目標，連戰術目標是否達成都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可以說給美國以非常慘痛的教訓。現在誰都知道美國的處境如何，若遇上中國，那美國更沒有機會了。美國從沒有把伊朗當成強敵對待，中國則被美國視為強敵，一般成为勢均力敌的对手。中国與伊朗都不具備放到一起進行對比的條件，美國無法打敗伊朗，打開霍爾木茲海峽，那麼美國更沒有機會擊敗中國，更不要說實現軍事介入的目標。按美國媒體的說法，根本無法在距離中國最近的台海地區實施有效的軍事威懾。特朗普敢公開威脅伊朗，叫喊要摧毀整個伊朗，但是不敢動手搶占霍爾木茲海峽，這就是美國面對的困難。特朗普從沒有公開威脅過中國，更不要說摧毀中國的任何設施。對於控制台灣海峽，也只是存在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之中，而不是美國軍方的作戰方案。經過中東衝突之後，美國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現在美國考慮的不是利用台海問題挑釁中國，而是如何避免刺激中國。特朗普言行的變化本質就是在形勢變化之下不得不採取的行動。眼下的美國，中東還沒徹底收場，就開始講起絕望這兩個字。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步？曾經在中東一個命令就讓人風聲鶴唳的美國，如今卻反覆猶豫，進退維谷。怎麼明兵來時還是意氣風發，短短幾年局勢就變得如此窘迫？熟悉美國對中東軍事介入的人都知道，這些年美軍曾幾次信心十足的高調調兵遣將，對伊朗等國畫紅線，口氣大得很。但真正開打，事情卻急轉直下。美國人顯然還停留在自己稱王称霸的舊思維裡，沒想到現實一遍遍打臉，既不敢徹底撤離，讓自己數十年的中共霸權說沒就沒，不要是強硬留守，又得承受局部衝突、沉沒成本和盟友冷眼，不管往哪兒走都像踩在鋼絲上。回頭看看美國身邊的那些好隊友，外面看似還是一家人，暗地裡小算盤敲得一個比一個響。曾經一聲令下，歐洲、沙特、土耳其這些傳統盟友一個都不會缺席。現在不同了，歐洲人對中東政策開始動搖，都想着自己多拿好處，嘴上跟美國客氣，關鍵時候就是打太極。典型的事例就是歐佩克家搞減產，這分明衝着美國的核心利益來。結果沙特和俄羅斯你來我往，根本不給美國面子。多篇國際權威報道提到過，歐洲很多國家對美國過度插手中東的態度早就起了變化，有的人甚至直接點出冷戰那一套已經越來越玩不轉了。盟友這樣家裡就能太平嗎？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美國國內這些年成了火藥桶，疫情的余波還沒過去，物價日日見漲，餐桌負擔沉甸甸，種族衝突一波波遊行游蕩在電視新聞裡，兩黨死磕的只剩下吵架的力氣。皮尤去年出的報告顯示，美國社會的分裂和不信任指數達歷史高點。官方調查也表明，現在普通美國老百姓提起政府對外軍事干預已經不再關心，更多人只是想家庭生活有保證。這閱讀起來可能冷冰冰，但真實世界卻是赤裸裸的。如果內部都一團糟，還要在遙遠的中東維持權力，實在是有心無力。這些表面矛盾的背後還藏着歷史的幽靈。美國人心底最怕的其實是再被越南戰爭坑一把。早在上世紀，美軍在東南亞泥潭裡掙扎多年，上層早就留下揮之不去的慘痛記憶。歷史學者的分析不止一次提到，越南戰爭那場大敗等於永遠在美國權力中樞心頭釘下了一根刺。現在的政策制定者把目光掃向中東，哪怕嘴上口號喊得響，心裡其實比誰都清楚，一旦錯判情勢，重演越南結局，最後啥都撈不到。如果說幾十年前美國還敢孤注一擲，只要能搶地盤，射一槍就算贏，如今光是撤退怎麼體面，怎麼降低損失，都成了高層頭痛的難題。不可否認，外有同盟分化，中有社會撕裂，腦子裡還縈繞着越戰失敗的夢魘。這麼多難題堆一起，最終讓美國人在中東徹底掉進了泥潭。按理說，如果一場仗打得順風順水，投多少就賺多少，沒有人會忌憚後路。問題在於，現實是越陷越深。
美國這些年部署在中東的基地、裝備和人力，每撤走一點，全球影響力就要消一分，再想回头更難。就连美媒都感叹美国再无轻鬆贏下中東遊戲的本錢，但是繼續留在那裡，各種地緣對手就晃着拳頭找機會消耗你、惡心你。伊朗這類對手還學會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誰也不想做那個主動挑事的倒霉蛋。別以為只有对手盯着美國笑话，就連盟友該出力時也在裝死，甚至利用美國的戰略焦慮為自己謀利。沙特減產的時候，一邊哄着美國談安全，一邊拉着俄羅斯定價，誰都不傻。歐洲更是表面聲援美國，背地裡調解伊朗，能薅多少好處薅多少，不和美國徹底決裂，但也絕不死心塌地。當美國發現自己身後的支援越來越冷淡時，內心那種既憤怒又無力的絕望感一點點蔓延。要說美國能不能就這樣抽身，中東不管了走人，理論上是能，但實際上做不到。幾十年的投入，經濟、政治、軍事上的賭注早就壓得難以下咽。如果此刻徹底退出，無疑宣告自己霸權地位真正崩塌。曾经投入全部資源維持的秩序一夜之間沒了，可若死扛着，連帶着國內矛盾、財政壓力、國際聲譽一眾都要搭進去。外界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國高層的猶豫正是因為這種兩頭都輸不起的心態。他們知道，每多拖延一天，損耗的不只是資源，更是往日的威風和主動權。最悲哀的是，這種窘境裡沒有贏家。美國當然丟了面子，但區域各方也並不是真的就能翻身做主，誰都逃不開大國博弈慣性。唯一確定的是，美國在中東確實陷入了過去幾十年最讓人頭疼、最沒有方向感的階段。無論是誰，都難以看見那條讓自己重回巔峰的光明路。世界變了，局勢再不是一個聲音說了算，美國還會在中東掙扎多久啊？沒有人能拍胸脯給出答案。當初安然來，盛氣凌人，如今進退失據，只剩下一地暗淡。那麼這次中東之戰最大的贏家是誰呢？不是伊朗，也不是美國，更不是以色列，最大的贏家是中国。我說的這個觀點，你同意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